有人来了，不止一个。贺兰度，你私改押运路线，私通叛党余孽，违抗镖局铁律，格杀勿论。念你在镖局7年，交出貔貅，自废双手。洛川不是叛党余孽，私通朝廷，做活人受化高档，是镖局里的那些蛀虫。没有窃卖的残废，也敢妄议镖局大事。7年前你爹的下场难道忘了吗？今天你也要步他的后尘。动手，留活口，貔貅要完好无损。下一个，掌声，红布率7成3，合格。王虎6成8，勉强，回去加练。李清灵9成2，不错，丫头有前途。贺兰度，别测了，教头，这家伙测100遍也是0。行了，前庭有人找你，总标准让你过去。识人的手能测出什么来？7年了，一条线脉都没装过的废物，也不知道镖局留着他干什么。知人，江湖上对无神经接口者的称呼，无法植入切脉，不能运转内力，也链接不了任何机械宝物。在这个时代，没有切脉，就像个会走路的残废。贺兰度，这单指明要你押。货在哪儿？后院货仓，甲字7号。他等了很久。你说什么？23岁入镖局至今，整整7年。我押过的机械异兽不下100坨，无一失手。押运成功率榜单上也常年排在前5。押运的规矩只有一条：镖师不得与被押运的兽建立神经链接。链接一旦建立，轻则神经烧毁，重则被兽反向侵占意识，而我永远不会。貔貅，体长3尺，通体覆盖暗青色金属甲片，3条尾，尾尖似刃。明天一早出发。路线记住了。朔方城南门出，走旧官道，过白河渡口，沿西山脚绕行，3天后进入南疆地界。到云梦泽之前不走谢道。路上遇到查问，就说押的是青铜级废品兽，报废回收的。明白。有人劫票，先保兽，再保命。明白。带上。你父亲当年留给我的，他用不上，你用得着。走吧。他在动吗？没有。到云梦泽之后，把这个放在貔貅的额头上，会有人来接。接货的人怎么认？玉牌激活后，他们会找到你。别连接。我是被删掉的第一个。你是谁？我乃山海镖局刑律长老洛川。7年前，官方通报说是私通叛党，被当场格杀，尸骨无存的刑律长老。没错。声音从哪儿来？改造前，我偷偷把发声模块封进了体内，与兽体系统完全隔离。他们封了兽体所有神经接口，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变成一具死物，而他们不知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你在镖局货仓里待了多久？食人贺兰度，我等了你7年。等我7年？7年前，朝廷启动了一项秘密实验，他们把《山海经》里的异兽做成了机械躯壳，
然后把活人的意识封进这些躯壳里。你父亲赫兰烈原本也是受化名单中的一员。我父亲？是，我与赫兰烈是过命的兄弟。7年前，我在镖局专司查处内部的违规血脉改造、私运禁品之事。我和你父亲最先查到镖局高层和朝廷勾结，在做活人兽化的勾当。你还知道我父亲的什么事？想知道的话，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偏离原定路线，找到第一批受化名单中的人。先去哪儿？第一站，北境边关穷奇深沧海。这趟押运本就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在货仓里待了7年，预埋的触发程序终于检测到了你的考绩，自动向镖局调度台发了押运指令，指令被高层截获，他们以为用一个时人就能把我安稳地送到销毁地，便将这单任务派给了你。然而这正是我计划中的一环。这个你认识吗？这是陆文书的信物，天宫阁的首席血脉师，也是古血图谱真正的作者。他是第8个被封入了机械麒麟，现在应该还被关在天宫阁的地下。是这本吗？没错，你手里的半本图谱就是陆文书亲手写的，完整的图谱后半部还在他脑子里。有人来了，不止一个。赫兰度，你私改押运路线，私通叛党余孽，违抗镖局铁律，格杀勿论。念你在镖局7年，交出貔貅，自废双手。洛川不是叛党余孽，私通朝廷做活人兽化高档的，是镖局里的那些蛀虫。没有血脉的残废，也敢妄议镖局大事。7年前你爹的下场难道忘了吗？今天你也要步他的后尘。动手，留活口，貔貅要完好无损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一把老掉牙的火药枪也敢拿出来现眼。贺兰度，打开龙门！再不开门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！你果然醒了，洛川长老，7年了，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刑律长老？现在不过是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废兽。7年了，镖局的走狗还是这么上不得台面。一条关了7年的废兽也敢从笼子里爬出来，杀了他，一起上！7年前，你给我灌下神经毒素，废掉我的血脉，把我封进这具躯壳里的时候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！这里的矿脉自带的强电子辐射，能屏蔽所有切脉信号与监控扫描，镖局和朝廷追踪不到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整一晚。镖头，大事不好！贺兰度他撕开押运笼，把异兽放出来了，我的血脉全被他废了，手下弟兄死伤惨重。求您立刻调遣大队人马，我要亲自带队把贺兰度和洛川挫骨扬灰。什么？霍总镖头，看看你执意留在镖局7年的废物干的好事！你们先下去吧。7年了，洛川长老的托付，我总算没食言。副总镖头已经给朝廷发了急报，要我们全力围剿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拖着，只要我还是总镖头，山海镖局就绝不做朝廷的走狗。很意外，这本书的作者陆文书，当年写他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无脉者找一条活下去的路。那时候，血脉改造已经席卷了整个江湖，人人都以植入更多的血脉为荣。可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血化风，是朝廷借着血脉改造，一步步把所有人都攥在手里。陆文书花了3年，研究出了无脉无血，也就是御气之法，不改造自身，只驾驭外物，以自身意志联动天地间的机械造物，实现万物皆为血脉的境界。
该出发了，去找沈沧海。这里就是沈沧海守了一辈子的地方。7年前，他带着3000边军当了蛮族10万铁骑3个月，最后等来的不是朝廷的封赏，是扣在头上的谋逆罪名。保险起见，先给你遮盖一下。我先进去探探情况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出声。小心，这里的老百姓卫是朝廷安插在北境的人，还有沈沧海的穷奇兽体是7年前的老型号，没有御状归途后门，这也是他们不敢让他离开决斗场的原因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镇馆异兽穷奇登场。这位客人面生得很啊！我来买那头雄奇。食人鹤兰度，山海表局的那个废物，怎么朔方城待不下去，跑到雁门关来凑热闹了？穷奇是我们竞技馆的摇钱树，别说你一个连血脉都值不了的残废，就算是北境将军来了，也别想把他带走。开个价，钱我有的是，想要穷奇，得按我竞技场的规矩来，打赢我们竞技馆的现任冠军。你赢了，穷奇带走；你输了，命就留在这台上。怎么样，食人，敢不敢赌？一个没有血脉的残废要挑战7条血脉的决斗冠军，这简直是雁门关今年最大的笑话。好，我赌。有种！半月后谢寿大典的压轴场，我给你留着生死台。要是你输了，你的命还有你带来的貔貅，全都是我的。穷奇有机会救出，但魏胖子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需要我在半个月后的谢寿大典上打败角斗场现任冠军赵猛。你疯了！赵猛是筑古境中期，7条白虎血脉，死在他手里的人没有100也有80，你连血脉都没有，拿什么跟他打？我自然有办法。是时候了，我们走。他疯了！一个食人来挑战赵猛，果然是个残废，连切脉武器都用不了，来送死吧！我赌3息，赵猛就能把他脑袋拧下来。小子，敢跟我打，你有种！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，不会让你受太多苦。找死！一个废人就只会躲吗？就是现在。
下一人，朱雀苏青。苏青，前南疆第一古医，7年前，他是全大陆唯一一个能靠蛊术修复血脉损伤的人，也是我们查寿花案时最关键的线人。朝廷要他炼制一种神经毒素，能顺着血脉直接烧毁武者的神经接口，专门用来对付无脉者。他不肯，就被扣上了私通蛮族的罪名，封进了机械朱雀里。现在被关在南疆王府地下7层，当成了活体情报库。7年里，日夜被强制提取记忆。王府的护卫全是朱雀脉武者，速度快，善用毒。奇术丹田里全装了归土后门，被南疆王牢牢攥在手里。我和穷奇在外面接应，一旦暴露，我们会拖住追兵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从排水渠进去，地下7层只有那里的监控是盲区。我是苏青，洛川，他还活着。他活着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别怕，他的技术丹田已经和王府的情报系统绑死了。解开锁链的瞬间，系统就会启动自毁程序，他的意识会瞬间被冲散。没时间了。他还活着，我们不能放弃他。保护苏青。走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齐元山，黔东海镖局总镖头，也是9人里的第4位。7年前，他的私人青龙血脉是陆文书亲手设计的，非官方认证，没有归途后门。当年，他拒绝帮朝廷走私兽化实验的核心材料，被抓了。他被封入了机械应龙，就在东海海底，被当成了活体路由节点，支撑着沿海3城的所有数据传输。应龙的机械躯壳是上古型号，自带超强的信号接收和传输能力。他们把齐元山封进去，就是看中了这一点。他的意识会被强制拆分成无数数据包，在光缆里来回传递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冲刷干净，连一丝痕迹都留不下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关掉它，只有切断数据链路，停止算力强制征用，他的意识才有机会凝聚起来。齐元山，我们来带你回家了。
核心没有散，我们能把他救回来。下一站三江城，去找第5、第6、第7人，那3只被当成供暖热河的3足金乌。第5、第6、第7人是同门3师兄弟林燕、林月、林川，他们曾是天宫阁最有天赋的血脉师，与陆文书师出同门。7年前，因拒绝向朝廷献上血脉本源图谱，被集体抓捕，封入了3族金乌的机械躯壳里。他们3个分别被关在三江流域的水城、火城、铁城，成了3座城池的活体供暖热河。7年来，他们的基数丹田日夜过在运转，为全城供暖。意识早就被无尽的热能冲刷的支离破碎了。3座城的守卫全是植入了官方血脉的武者，全城的热能监控系统能精准捕捉到任何一丝血脉波动。唯有贺兰渡是系统唯一的盲区。我们兵分3路，我与穷奇去铁城，苏青去水城，应龙在押运车上。贺兰渡，你亲自潜入守卫最森严的火城，去救3兄弟里的老大林燕。谢谢。去找第8人吧。陆文书被关在天宫阁地下12层，那里是门派的中央计算核心。他被封入机械麒麟后，就成了天宫阁的活体服务器。他是古血图谱的真正作者。7年前，就是他把版本图谱交给了你父亲。我们守在矿道外，一旦你触发警报，我们就发起进攻，为你拖延时间。贺兰烈的儿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检测到非法访问，核心物理销毁程序启动，倒计时10分钟。没时间了，孩子，靠近些。古血图谱的后半部，我只说一遍：无脉无血，核心从来不是无血，是不控。你父亲当年是我无脉无血御己分支的第1个传人，他说武者的根是意志，不是血脉。朝廷要的从来不是一本图谱，是能控制全天下武者的枷锁。归途程序就是用我的血脉底层代码写的，万物皆为血脉，自愿协同，互不链接，互不控制，这才是我写古血图谱的初衷。7年前，我本想把完整的图谱交给你父亲，可我被出卖了，只来得及送出前半本和那枚信物碎片。孩子，记住，能对抗控制的，从来不是更强的血脉，是永远不被驯服的意志。第9人是白泽，机云开在他身体里，去北京费城找他。他脑子里有全部的名单，有归途的关闭代码，有所有的真相。白泽是什么？白泽
上古异兽，通万物之情，治天下之事。它的机械躯壳是上古文明留下的最强数据存储载体，能装下整片大陆所有的机密，且无法被复制，无法被远程破解。被封进白泽里的第9人叫纪云开，皇宫档案房的抄书里没有武功，没有血脉，无门无派，无依无靠。他只是在抄录档案时，无意中看到了那份标着兽化的绝密名单。就因为这个，他们把他封进了白泽里。是，皇帝需要一个绝对安全、绝对忠诚的活数据库，他要把所有见不得光的东西都塞进白泽的核心里。而纪云开是最好的容器，他们封死了他所有的对外接口，把海量的机密数据强行灌进他的意识里，让他成了一头只会存储数据的兽。他还活着吗？不知道。白泽的上古血河还在运转，可海量的数据会像潮水一样，把人的意识彻底冲散。7年前我被抓前，最后一次见他，他塞给我一片刻着奇怪符号的竹片，说关键时刻能救命。那是他独创的速记符号，除了他和我，没人能看懂。他抄了20年的书，抄书里有个刻在骨子里的本能，看到重要的东西，一定会下意识留一份副本，哪怕被封进了白泽，他也一定给自己、给我们留了一条后路。天亮就出发，去费城，找全部的真相。总镖头，朝廷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命我们全镖局参与围剿贺兰度一党，违抗者一通得论处。通知下去，镖局上下所有人不得参与朝廷对贺兰度的围剿。山海镖局不做朝廷的走狗。还有你，7年前给朝廷通风报信，出卖洛川长老的账，今天该算了。我们9个从来不是全部。第一批实验，官方记录的执行名额是9个，可候选名额一共10个。你父亲贺兰烈就是第7号候选目标，而真正的活人兽化计划，从7年前到现在，涉及的受害者整整81人，81个人，81只异兽，政敌、叛党、知情者、不愿臣服的武者，不肯同流合污的匠人。所有碍了皇帝眼的人都被他用这种方式永远的消失了。纪云开看到的就是这份完整的名单，还有归途程序的全部原始代码。他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留下来？他们封死了他所有的接口。他用了最笨也最没人想得到的办法。白泽的机械骨骼内侧是整个躯壳最隐蔽的地方，他用白泽体内自带的微刻针，靠着上古血河的低功耗运转，每天只刻1刻钟，花了整整3年，把整份名单归途的720位关闭机器码，一个字一个字全刻在了骨骼上。剩下的4年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一遍一遍地加固那些刻痕，生怕被数据冲刷，被时间抹平。白泽在哪？北京费城。7年前押运白泽的队伍在费城遭遇了矿难，白泽坠入了最深的矿坑，那里全是塌方的血脉矿石，形成了天然的强电磁屏蔽场，能烧毁所有现代电子元件。朝廷的人捞不出来，也不敢进去。整个天下只有你能进去，没有血脉，没有电子植入，不会被电磁辐射影响，只有你能把他从矿坑里带出来。去矿坑，带他回家。白泽就在最深处的主矿坑。我在高空望风，有追兵，我会第一时间示警。纪云开，我是贺兰度，洛川让我来接你回家。驿站里的貔貅洛川，决斗场上被锁链锁了7年的穷奇沈沧海，南疆王府地下用来锚定意识的朱雀苏青，东海海底被拆成数据包的应龙七远山，三江城供暖炉里的3座金乌三兄弟，天宫阁地下传给我无脉武学真意的麒麟鹿文书，9个人
9个被强行塞进异兽躯壳的灵魂，我们找到了8个，现在来接最后一个。我留了副本，他们把名单强行灌进我的核心，封死所有接口，以为这样就能锁住一切。可他们忘了，饶恕的人看见重要的东西，一定会留一份。副本不需要连接，不需要读取，不用信号，不用网络，拿光照进来，螺栓在就能看见。81个名字，81个身份，81个被活人兽化的受害者、政敌、叛党、知情者、匠人、武者、清官，所有爱了黄泉眼的人，都以异兽之名永远消失。名单之上是归途程序的完整关闭代码，720个原始机器码，一字不差。再往上是皇帝的罪证，12年血脉改造，18条掠夺而来的双祖血脉，以荣脉禁术强行兼容，以全域激战控制全大陆武者。贺兰烈罪名私传无脉武学，意图颠覆血脉正统，拟定兽化形态，穷奇。批注：此人拒捕，自毁血脉而亡，兽化未执行。季云开，我带你出去，把所有名字都还给天下。我拆了你的外层躯壳，只带你核心的血核与骨骼出去，能撑住吗？能，7年都撑过来了，不差这一段路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奉陛下旨意，围捕叛党贺兰度，立刻交出白泽，束手就擒。原来父亲毁了我的神经接口，是怕我步他的后尘，卷入血脉的纷争。他不是要我做个一辈子抬不起头的残废，他是要我避开归途的天罗地网，避开被兽化的宿命，成为那个唯一能带着真相走下去的人。7年前，贺兰烈早已知道自己在兽化候选名单上，他潜伏进实验核心层，拿到了半本骨血图谱，却在行动前夜暴露。他没有束手就擒，没有任由自己被封进异兽躯壳，而是选择自毁血脉，用自己的死给我换了7年的时间。你父亲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，7年前他和我约定，我在明察，他在暗探，一定要把兽化黑幕连根拔起。我被捕前，最后收到的消息就是他拼死送出的版本图谱。我在南疆王府的情报库里见过贺兰烈将军的名字，朝廷的追杀令上，他是头号要犯。我们该走了，把所有名字刻在每一座城池的城门上，把所有真相还给天下人。
荷兰兰多，交出白泽与叛党余孽，饶你不死。陛下有令，凡私藏兽化异兽者，格杀勿论。你早就认出我了，对不对？从朔方城镖局前厅我接下那单押运委托开始，你就知道我是荷兰丽的儿子。你和你父亲长得太像了，连握刀的姿势都分毫不差。还有你怀里那枚陆文书的信物碎片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在货仓里等了7年，等的不仅是一个无链界的镖师，更是他的儿子。但我不敢提前告诉你真相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背负这一切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像其他人一样，怕被朝廷追杀，把我送到云梦泽的销毁点。我只能一步步让你自己看清所有事。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。7年前，你和我父亲没走完的路，现在我们一起走。皇帝的18条血脉，单核心承载双组血脉，明脉示人，彰显皇权天威；暗脉藏于体内，连接权域控制终端。12年前，他开始秘密植入第1条血脉。7年前兽化计划启动时，他已经完成了双组9脉的全部改造。荣脉禁术，天宫阁失传的禁术，能强行兼容掠夺来的他人血脉，消除排斥反应。当年天宫阁10几位血脉师接连失踪，原来是被他抓去练了这禁术。是，我在东海的数据网里见过这种禁术的能量波动，强行融合双组血脉，稍有不慎就会经脉尽断，意识被血脉吞噬。他能撑12年，全靠归途程序压制着血脉的反噬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清除了龟兔固件，他的荣脉禁术就会破功。不止，我刻在骨头上的720位原始机器马，不仅能彻底清除全大陆的龟兔固件，更能直接瓦解荣脉禁术的核心架构。18条掠夺来的血脉会瞬间反噬，他会失去所有力量。12年前，我进了皇宫档案房，做了抄书吏。20年里，我抄过的圣旨、密档、手谕，能堆满整座库房。7年前，我奉命抄录皇帝的加密手谕，那里面写着18条血脉的植入方案，还有归途程序的完整关闭机器码。7年前，塞给我那片竹片的人是你，是我。我知道你在查兽化案，知道你是唯一一个能把真相带出去的人。我把720位代码用我独创的速记符好刻在了竹片上，塞给了你。可我没想到，第2天你就被捕了。他们以为封了我的接口，灌进海量数据，就能把我变成一个只会存储的容器。可他们忘了，抄书的人
看到重要的东西，一定会留一份副本。启程，先去南疆，取回苏青的原生朱雀脉。每过一城，就把名单刻在城门上。我们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自己身体里